这版本的统领并不强，只能作为一套备用的保分阵容考虑。但20号会更新一个2合1的超大版本，削弱大部分的主流阵容，包括极客、法师、赌列纳塔和螃蟹，而统领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。赤霄预测下个版本统领会成为 T1的主流阵容，所以抢先版本给大家更新一期统领的 Flex 教学视频。统领阵容怎么玩？核心装备是什么？阵容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？这些问题都会在视频中一一解答。先来讲讲第一套玩法，赌蛇女和赌炸弹人。下个版本蛇女得到加强，大概率是以赌蛇女优先。炸弹人带功能装，由于统领放技能就会增加法强，所以给多少启动装都不算多，优先考虑合成启动装，剩下的装备再去做帽子、法爆等伤害装。蛇女的头盔数据表现比蓝好，还能弥补统领眼泪不够合的尴尬局面。第二套玩法则是8级黑莓统领的运营玩法，关键在于乌鸦这个位置的 flex 位。如果有统领转，则换成炸弹人开6统领，利用蚂蚱、妖姬作为强力外援。外援最强的是蚂蚱，给双启动伤害特别高。没有这2张卡，先把统领转给蜘蛛，做前排或者做后排都是合理的。如果没有统领转，则需要找到铁男作为后期的上限。所以这套阵容可以准备2套法系装备，纳什和水银都很关键，方便后期能够直接换给铁男。我们继续讲一下统领的装备，先讲肉装。假人身上的装备都不太推荐，一是会浪费珍贵的水滴，二是统领本身自带护盾，但极度缺少抗性，所以高启动容易浪费掉第一次技能，而为前排补充血量和抗性则更为合适。这里机器人和蒙多身上的2套肉装都是我比较推荐的出装，神器的肉装都不太适合统领，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拿。输出装方面需要提高纳什的优先级，因为统领对启动装要求很高，有法爆的情况下水银也是不错的，前面能够当启动，后面可以直接换给铁男。光龙刀和光纳什的数据都还算不错，最好用的一定是统领的魔运，胜率断档高。要注意的是，统领的 C 位刚需2件启动装，缺少启动的谢尔科会感觉输出特别的低。我们将结合实战聊一聊这套阵容的优势和劣势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海克斯，这把的城邦是河蟹局，所以经济和装备的优先级可以往后稍一稍。我们这里质量很一般，不太能够用黑铁资产打连胜，但还是先把无用之财刷掉，看看后面是什么。这里刷出节外生枝，基本上就没什么需要考虑的了。我们把家人转敲掉之后出了统领转，这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转职了，并且我们的装备都对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质量大多数都是1星，不太方便打连胜，3蓝发和2统领也很难同时上去。这里如果要上2统领的话，就必须要拉人口，但是拉了人口，威古斯的对子就很难对上。我最终决定还是在下面混一混，遇到弱的肯定能赢，遇到强的拉人口还打不过，那就炸了。这里的2连胜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上人口的机会，但这里观察了一圈外面的情况，发现即便上人口，大部分人还是打不过，还不如不上人口保一保经济。选秀这里我们拿下了锁子甲，因为锁子甲合成的免卫在前期是很强的，但这里有个问题，那就是免卫在统领里面并不算一个好装备，特别是对于蒙多而言，蒙多携带免卫在4统领的情况下，很容易在释放第1个技能的时候把回血给浪费掉。2连败之后，我们嫖到了一张蜘蛛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样选择呢？我选择直接把蜘蛛放在后排，作为一个后排输出。蜘蛛的后排输出其实是很高的，又是 AOE 加成也很高，主要是蜘蛛的2个羁绊不太行，不然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后排施法者。野怪刚好爆出了电刀和日炎，那我们就直接全部都做掉好了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后排蜘蛛是很厉害的，把装备全部合出来很利于我们打连胜。想要玩高费的运营阵容，在3阶段的过渡是至关重要的。这把我们是用蜘蛛进行过渡，
如果没有蜘蛛的话，我们就需要考虑其他的2星卡作为3阶段的过渡。你在排位的时候会不会刻意注意到这个问题？有没有注意到你3阶段需要一个强力支撑点来帮助你过渡到8人口的阵容？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，那你上8之后只有40-50滴血也在情理之中了。我们来看第2个海克斯，这里3个都刷的特别差，只能勉强用1来进行保底。看到硬化护盾之后，就可以把1给刷掉了，因为统领这个阵容本身就比较缺前排，同时硬化护盾在高统领里并不算一个特别差的选择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统领转，开不出6统领的话，这个海克斯可能就稍微有点差了。可以看到，虽然这个免位在后期是一件很垃圾的装备，但是这个免位也同时帮我们避免了好几波的掉血。总体来说，它的作用大于它的副作用。我们在3-3嫖到了4统领，这算我们运气非常好了。如果没有这个4统领，我们的连胜可能就断了。但即便这里输了，我们的血量依旧保持的特别好。在我们血量保持的很好的情况下，无论后续我们是想卖血上9，还是在8级稳住我们的名次，我们都有进退的空间。统领阵容的大部分装备都比较好消化，但只有大剑是非常难消化的，只有合成血手和青龙刀2种方式，所以我们玩统领的时候要尽量避开大剑。统领的优点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好过渡的阵容，前期只要是一张法系的2星卡，一般都很适合用统领进行过渡，特别是大嘴携带统领转是过渡最舒服的方式。统领的劣势其实也比较明显，如果没有统领转的情况下，后期的上限全靠2星铁男，而且一般的玩家是不会刻意给铁男留装备的，这就导致统领就算找到了铁男，依旧发挥不出铁男的全部效果来。野怪回来之后，这里的装备不太好合成，那我们就不要直接合成，看看抽的牌怎么样。这里抽到了一张妖姬，那我们大概率就是要用妖姬当我们的外援了。如果是妖姬当我们的外援的话，这个羊刀就可以做了，这个水银同样也可以做了，后面留给铁男就行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顺利把我们的装备全部消化掉了，不至于留1-2件在身上比较尴尬。我们来到第3个海克斯，这里刷彩了，我们的劣势其实挺大的，因为前面2个海克斯我们都有点小赚。这里留下了光明窃贼，是因为我觉得光明窃贼过渡会比较舒服一点。黑米转是非常差的选择，它的转职只能让赛恩变强一点点。珠光和投资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，但我们这里已经有破甲了，再拿珠光有一些亏。而投资的话，由于统领的卡都比较冷门，并不会特别难抽。同时河蟹局的钱比较贬值，我们基本上100%能上9去递卡，没必要去找额外的经济给我们。这里因为我们血量比较多，我已经不想在8级继续抽下去了。2星炸弹人带3件装备是完全足以在4阶段进行过渡的，更何况我们还有一张统领转的妖姬。统领的装备还是比较灵活的，像这把我们就暂时先用着炸弹人打工，后续再换给希尔科。这个水银也是后续换给铁男的，灵活摇摆并且把装备给合适的人，也同样是统领这套阵容的精髓所在。我们来到异变选择，这个时候我们的核心思路是尽快上9找铁皮，所以异变只要选到一个适合过渡的就可以直接拿。这里魔法训练我觉得就非常不错。有些人可能会疑惑，统领本来就释放技能增加法强，这样不是会把法强这个属性给稀释了吗？在我的理解里，能够过渡的异变就是好异变，同时只要妖姬放出了2个大招，那就约等于全队都是感染性异变，那怎么样都不显得特别差。因为统领的后期是靠多个 C 位和多个前排组成的阵容，所以单拿一个个体的强化怎么都显得有一些亏，相较之下魔法训练就显得比较能让人接受了。
在野怪阶段，我们找到了大量的钱，我们直接上9去找铁男。这里注意一下，不要将铁男的光明偷偷视为一件很好的装备。铁男这个英雄刚需大量的攻速装，所以一定要我们手动给他调配合适的装备，他才能发挥很大的效果。这里没有找到就比较尴尬了，因为我们这里炸弹人是需要走的，把装备换给2星的谢尔科。但是如果把炸弹人走了的话，我们的法棒和夜刃就给不到铁男身上，这会导致我们的装备溢出，找不到合适的人带。把炸弹人卖掉之后还是不来，那就没有什么办法了。我们尽出了最大的努力，还是见不到他，也没什么办法，那只好把这些装备先换给蛇女。我们有2个拆拆也够用。回来之后，铁男终于找到了。这个时候来铁男还不算特别晚，勉强还够用。我们把给铁男准备的3件套直接给他安上。可以看到我们的操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，无论是异变还是最后的彩色，我们其实刷的都比较差。但我们在前期的运气已经够好了，也不必过于奢望后面也能像前面一样运气好。面对分配给我们的资源，我们只要尽力而为，把阵容搭配出我们理想中最好的样子，就完成了我们作为云顶之弈棋手的使命。我想这也是云顶之弈这款游戏的魅力所在。如果对4阶段以来的对战一直有关注的小伙伴，就会发现蒙多携带免位的效果真的很差。蒙多总是会在还满血的时候就把技能直接放出来，这大大浪费了他第1次技能的回血效果。这把由于异变都装在乐芙兰身上了，所以乐芙兰是一定无法替换的。在正常的对局中，如果有机会能换成蚂蚱，也是可以直接换的。后期的蚂蚱携带统领转，上限要比妖姬高很多。注意多上一张黑莓的莫甘娜，就可以把羁绊凑得很漂亮。统领这个羁绊后期本来就比较弱，更何况我们最后一个彩色和异变都选的比较差，所以一直打不过人也在情理之中。这个时候想要优化我们的阵容，就必须要给铁男再找一件纳什，因为铁男在6统领的情况下法强已经够了，多拿一个法爆也不会提升多少伤害，但是如果能够弥补上攻速的话，伤害会高很多。我们最后决战的对手是家大成的法师，他甚至还吃出了一个金蛋。这里我们就要认真的观察我们的团战是哪里出了问题。首先问题1是左边有些薄弱，让这个铁男走了进来。问题2是我们的铁男在对方的赛恩身上浪费了过多的时间，没有把输出转移给对方重要的单位，导致对方的前排能够肆意的发挥作用。我们在最后2秒选择把铁男和我们最弱的单位挪过来。这里不要担心铁男直接顶脸会直接暴毙，因为铁男携带了夜刃，早点触发夜刃还能帮助他获得更多的攻速。只要能够在技能期间锤出够多的棒子，那么这个铁男就算完成了他最大的使命。最后一波团，我们给铁男换上了纳什，并且把法爆优化给了希尔科。对方的法转铁男虽然也配备了3件神装，
但是在我们的塞恩身上浪费了过多的时间，结果让我们反败为胜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这期视频放出的时候，新版本已经更新了，统领得到大加强，大家可以尝试在排位中使用这套阵容。